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是 YouTube 和Clubhouse 两个平台双平台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共100年党庆大操大办，元芳你怎么看？那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大家再开始发言。那么在此之前，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就是11点半结束，所以请大家有问题、有观点、有想法、有情绪，都尽快的发上来，好吗？好，我先做话题准备。中共100年党庆前夕啊，那么这个保安顶格升级，然后北京气氛极度紧张，各地风声鹤唳。北京、上海、嘉庆、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7个城市快递全停这很壮观非常壮观。北京千里之外的城市加油站自助加油停止，然后北京市本地地铁安检规格升级，然后是寄往北京的邮包全面2次安检。然后是加强这个盘查，这个日租套房，过滤在京住房人员，还有就是禁飞9个禁飞区禁止无人机、航空模型、风筝、气球、孔明灯甚至信鸽也禁飞蔡霞教授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共庆祝自己的100周年，搞得像大祸临头似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共枪在手，钱在手，高科技监察器在手，说抓人就抓人，说封号就封号，你怕啥？这庆100年究竟是当喜事办还是当丧事办呢？那么在中共党庆之前那么也有一些不祥之兆第一个5月份就是个黑5月，黑5月发生了一系列恶性的暴力事件。那么比如说像5月22号大连劳动公园的车祸，一辆宝马高速冲向这个过马路的人群，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有一家3口遇难一个就是阜新爆炸案，这个5月24号，辽宁阜新市政府门口这个一个电动车，有人骑的电动车引爆炸弹，他自己当场死亡，然后有多人受伤。然后是5月28号，湖南郴州一个男子用黑色的刀袭击上学的学生，5名上学的学生那个类似这种暴力事件还有10几起，我就不详细念了进入6月份，6月份是中国公共安全大事故的一个月份。6月26号，河南商丘河南商丘发生武术馆6月26号火灾，18人死亡，16人受伤。那么6月13号，湖北十堰市那么天然气爆炸，25人死亡，37人重伤，101人轻伤类似的事件有14起。那么中共在这次100年党庆赋予了很高的政治价值那么习近平在他的14大提出了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愿景，那么提出了2个100年的奋斗目标2个100年就是建党100周年，建国100周年，2个100年的奋斗目标那么今年就是建党100周年那也就是18大提出的政治愿景的第一阶段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这个政治愿景，那么这是大操大办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可是在这次党庆的活动过程当中，却不再提小康社会这个主题这个有点特点这有点特点。
那我分析了一下的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经济大幅的滑坡啊，那么大家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啊。再说这个小康社会这个主题呢，说起来有点败兴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会气氛很紧张啊，然后再说这个主题，再说这个议题呢，会冲击它的主题。那么这次党庆，中共到底是什么主题？我看了一下，各种宣传都有啊，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新闻，可以反映它的主题啊。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5号进行了31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带着政治局委员啊到北大红楼参观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的主题展。习近平在这上面说了一番话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啊。然后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要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这就是这次中共党庆的核心主题，就是坚定信念，凝聚力量。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政治学习，政治学习就是洗脑，然后第二个叫教育整顿，教育整顿就是清洗队伍。多维网呢就整理了一下，总结了一下，说这次中共大办党庆有8个首创啊，这8个首创我就加了2项，凑齐了10项啊。10项呢，但就不算首创了，就基本上就是8大内容啊。第一个，党史学习教育，这就是洗脑啊。党史学习教育是从2月底开始啊，2月底开始，然后先是党内学3个月啊，党内学3个月，然后是全国学，全国人民学2个层次啊，基本上可以贯穿全年了。那么就是党史学习教育啊，这是一个洗脑啊，用党庆的名义来洗脑啊。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本书，这本书是习近平版的中共党史啊，那么把他自己放进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运动，这是什么？这就是清洗，不是洗脑了，这就是清洗队伍啊。那么中共是运动治国，这一场运动啊叫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运动，就是清洗政法系统。对中共来说，政法系统非常关键啊，是棒子啊，中共手上两根棒子，一个棒子是军队，一个棒子是执法机构，执法机构就是政法系统啊。那么清洗政法系统，为明年20大做准备。什么叫做准备？就是把自己的人都安排好，这叫做准备。那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分2批，第一批市县啊，市一级、县一级政法委，然后各级这个政法系统。那么从2月份开始，6月份结束啊，6月份结束就是国庆前结束，总共4个月的时间。第二批中央政法委，中央级政法单位啊，第2层次啊，省级政法单位啊，就是中央、省这2级啊，8月份开始啊，8月份开始，然后到10月底结束，3个月的时间。那么操刀是谁呢？操刀是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陈一新是习的新宠啊。那么这场运动呢，杀气腾腾，叫什么？政策是什么？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啊。
然后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点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你一看听的主题就知道在干什么，就政治运动。第三个重磅的，也是个重磅。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3名宇航员送入空间站，国际空间站，中国的空间站，不是国际空间站，这是重磅型的献礼项目啊。那么2021年6月17号这个酒泉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3名党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党员与航天员送到这个天宫号空间站这是首次空间站的这个载人飞行那么中国的太空项目，我们之前有一个专门的节目讲中国的太空雄心这个讲它介绍过中国的太空项目。那么除了令人遐想一些让人遐想的军事目的之外，核心的价值4个字：扬我国威那么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明朝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七下西洋，扬我国威性质是一样的。那么中国的科技是为政治服务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最大的党庆活动那么党庆大会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建政到现在举行过7次建党大会前面6次均为建党逢10的周年就是我还是那句话，逢10为大都要搞一下。那么2016年是95周年，也是庆祝大会。那么唯一例外的是71年50周年50周年因为这个毛泽东跟林彪关系破裂，所以没有搞庆祝大会，没心情不搞就不搞了那么51年的这个30周年大庆是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进行那么此后的历次大会都在哪里？都在人民大会堂。那么这次呢，就在天安门广场但这次没有阅兵但是据说是有这个飞机、战机阅兵，空中阅兵这是第四这是第四。第五，出席这个党庆大会的人数创纪录那么30周年30周年是有4万人参加，然后40、60、70 1万多人参加。那么建党80、90周年的时候，人数就锐减减到6000多人。95周年的时候是3000多人。然后这次在天安门广场，那天安门广场应该是非常大的，可以容纳100万人。那么这次到底有多少人不知道，但是你放到天安门广场去，你得有那么个看相嘛，有那么大看相，那也得怎么的得小10万人嘛这是一个。第五这以前就没有了在国家体育场就是鸟巢举办文艺演出共产党喜欢搞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其实也是洗脑有点帝王之相的意思那么叫庆祝中共建党100年文艺演出，叫伟大的征程，将于6月2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到时候这个习近平和党和国家领导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代表参加这个演出看这个演出然后就是第6，颁发7·1勋章。习近平上台之后搞了一套这个功勋荣誉表彰体系这习近平上来很多东西搞成系统这个叫党的规章制度成系统，然后这个表彰体系也成系统，然后有什么呢？有共和国勋章、8·1勋章、
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啊，那么都已经颁过了。那么党庆就搞了一个叫7·1勋章，表彰为党做出贡献的这个创造宝贵财富的党员。那么5月31号已经公布了29名7·1勋章的这个提名人啊。那么第7个就是颁发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就是主要是这个就是表现良好，党龄达到50周年的这个共产党员啊。那么全国有710万老党员获得这个纪念章。然后第8个就建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就是党史展馆啊。那么19大闭幕之后呢，中共就开始决定建立这个党史展馆，然后就建成了啊。那么加上已经建成的国家博物馆，然后军事博物馆，就是中共国家军队3位一体博物馆建成啊。然后第9个啊是组织全党重温入党宣誓啊。6月18号啊，习近平带着这个政治局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啊一起到这个党史展馆进行宣誓。宣誓之后呢，然后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个单位就开始安排重温入党宣誓活动啊，都得去宣誓，重新宣誓一遍啊。那现在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安排在6月18号，安排在6月18号是腾出时间来让全国各地开展这个活动啊。我就大概的把这场什么叫大操大办啊，我们就大概的讲了一下。那怎么评价呢？怎么评价呢？这里面可能也得评价一下中共吧。中共评价呢，我就不想多说。我觉得第一个中共取得的成功，他自己说的天花乱坠啊，从6月初开始啊，这个文宣铺天盖地。但对我来说，中共只取得过一次成功，是什么？就是夺取政权。中共的成功只有一次，夺取政权。当然，这是对中共来说它是成功的，对其他人来说是反面的。那么其他的都是结果，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都是结果。中共只有一次成功，这是第一。第二，中共有100万个书记，我们之前有个节目算过一次，算过一笔账啊。中共用100万个书记控制这个国家啊。这100万个书记控制这个国家，但就像吸附在这个国家一样，那大操大办全是中国人老百姓的钱，不是中共的党费啊。那么他不生产，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控制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好好的总结一下，中共在过去70年干了些什么好事啊。第一个，这个1948年长春围城啊，中国内战的事情我都不算，这个账都不算，打仗的事情我们不讲，我们只讲什么？我们只讲这个不是打仗的事情啊。那么长春围城死了多少人？饿死30万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讲啊，在中共建党的时候，党庆的时候，我们得提醒大家啊，中共发生在中共治下干的事情。第一，1950年土地改革死了400万人啊。第三第一是1948年的长春围城，第二是1950年的土改死了400万人，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死了200万人，1951年的三反五反死了200万人，1957年的反右运动死了23500人
1957年的大跃进，1957年到1961年，大跃进和3年的大饥荒，死了4300万人。中共在1966年到1970年的文革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死了10万人。1989年的六四屠城，死了1万人。1983年的严打，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抓了178万人。1982年的计划生育运动，死了无数的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死的都是中国人。中共到现在没有向人民道过歉他天天在吹嘘。在他吹嘘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些事情全是中共干的中共干的这些事情那么这是一个这是我帮他总结。实际上准确度不高为什么？没有条件。但是这件事情是他干的他跑不掉要告诉他，给大家的是一个概念第四，有些人讲我现在过得不错，这是中共的功劳。第一，共产党不是生产，治国理政一塌糊涂。今天的中国不是中共的功劳，是中国人996的功劳，是中国人996的付出和市场经济的功劳。这是第一。第二，中共治下的好日子拉长来看都是短暂，后面的事情我们走着瞧第三个，中共治下的个体的好日子根本没有保障。那你去看一下你马云是什么下场，你就知道你是什么下场你看看那些拆迁户什么下场。所以你不要在这儿跟我们吹到时候又跑得来求援这种事情很多。第五，我们再重温一下温家宝在2012年3月14号在他总理告别记者会上的一段话，我们来给大家提醒一下。他是这么说，他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的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是温家宝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话题准备那么我们怎么看中共100年党庆，这是我做的一些准备。那么我也想听听大家在这个议题上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观点。好，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大家，先从 Amy 那边开始好吗？好的，今天这个先说一下，就不太好意思，就是因为今天王老师时间比较赶，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只有1个小时，所以现在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还是像平常一样，一个人在1分钟左右吧，我们正常轮麦。那点点你在吗？我在，但是请下一个先发言。谢谢。等一下，好的，那个倭寇在吗？我在。哎，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一些中共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国外的人，就是说如何就是把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把它给实践化了。就是说你是通过军队，还是通过一个枪支革命，去一个真正的去把我们的一个理想化这个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把它变成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民主社会的话，怎么样把它给操作，实际上的去操作。就是说，如果是个人的话，或者是一个组织的话，就会有多少人就是说愿意为这种革命事业去牺牲呢？为什么要牺牲？你的观点是什么？ Wolf， 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的观点就是说，任何的革命，然后都是需要这个血，都要这个血水的嘛。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这是共产党的观点，不是全世界的革命都是要流血牺牲的。美国的革命它是通过呼吸上让才换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吗？对。好，谢谢。好，Tim 在吗？在。那个王老师你好，我又来了啊。那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共产党在100年前，就1921年嘛，那时候是民国10年的时候，当初他们是一群年轻人，也不能说年轻人，反正他们有点，反正对了，反正那时候他们有一个对中国的看法的一个想法，然后准备用借用俄国成功的这个共产主义来改造中国。OK， 那100年后，他们现在也从49年执政到现在70年，那你怎么看？他在从7月1号以后的第2个，也就是101年第一天，你觉得未来会怎么样？我想听听王老师，因为你以前对大陆这么了解，你的感觉怎么样？谢谢王老师，谢谢。共产党、共产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就是个灾害。共产党，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是这个地球的祸害，因为他们执行的理念是对人类的伤害，这就是结论。从共产党，从任何一个共产党，从苏联共产党到中国共产党，他们做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人类的伤害，都是祸害。他们没有干什么好事，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他们可以自己去跑到一个地方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人有意见。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他要改造别人，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要问我共产党他们有未来会怎么？他们未来还会干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去看回望所有各国共产党干的事情，其实他们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个什么？第一叫掠夺，第二就叫杀人。你去总结一下，从苏联共产党到中国共产党，到什么柬埔寨共产党，到马共，一直数下来，他们都在干这种事情。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事，他们是地球的祸害，这就是我的看法。OK， 好，谢谢王老师，谢谢。好，那个杰瑞在吗？我在，王老师好。我简单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中共在那个过去就他们自己称的苏区啊，就在赣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就搞了很多这个运动，杀很多人。那为什么到后来，比如说他在得取政权的时候啊，就说得到很多的那个民众的支持？我要纠正你这句话，没有民众的支持。是中共自己讲民众支持他，我是想，因为你要听我说，我要必须把这件事讲清楚。民众的支持只有一个表现方式，是什么？就是选票，在没有人压迫的情况下，自由的去投票，那叫选择。中共没有得到这种选择，所以你不能这么讲啊。中共是拿着枪，中共拿着枪进的城，你听我说完。中共是拿着枪进的城，夺取的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没有人有条件有资格讲中国人民在支持中共在干这件事情，没有资格这么讲。明白，就是我是想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当时有很多的那些个知识分子在支持？比如说，你看很多人，比如当时都留在那个中国呢，包括你看那个胡适他的儿子，就说也都是好像热情啊支持他，到后来最后也是很得到伤害。就是我是想，他当时怎么宣传，导致这么多的那种洗脑啊，一直在洗脑。中共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就开始洗脑啊，一直在对人民进行洗脑，各种洗脑。其实这种洗脑不是说他取得政权才洗脑。他夺取政权之前就洗脑、欺骗啊，说各种话好听啊！你看看《新华日报》上面那些文章写的多好听，看得大家热血沸腾。国民党腐败，这两相对比，觉得还是共产党好。
但是他们不知道共产党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会干什么，不知道啊，这个哪知道啊？那是没有先见之明。但有些人说想得明白，其实也没有想明白，只是害怕，害怕就跑了，没那么害怕的、犹豫的就留下了呗。这个我不觉得奇怪。如果你再发生一次同类的事情，我估计还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你要明白，离开当时他生活的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特别是跑到台湾去，或者跑到美国、跑到香港去，是什么人啊？资本家。资本家会跑到香港去。除了这些人以外，你比如说像知识分子，他又没有厂子，他没有产业，他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特别是知识分子，他觉得你总是需要教书的吧，你总是需要我们写作的吧，你总是这个需要社会总是需要我们吧，他们是这么觉得，他们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还有当然就是共产党在报纸上喊的那些口号很吸引人，这个我不觉得意外，老实讲我真不觉得意外。不是说他们一眼就能看到未来，没有人一眼能看到未来，这个很正常，这个我觉得啊。好，谢谢啊。好，我 Amy 我念一下这个 YouTube 上面已经有很多了，好吗？好。情况，今天朋友圈看到短视频，慈禧说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60大寿，办得风风光光，有面子，这家人家在那一代就做起了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要是连我的生日都过寒碜了，不但连我面子没地方搁，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还怎么体现个大清国和亲海安，国泰民安，同治以来兴旺的气象都跑哪儿去了？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OK， 这是短视频里说的啊。好，观点。中共现在越来越纳粹化，各种新闻媒体头条都是宣传党。现在路过村镇，新贴了红色的横幅，文字狱管控民众言论自由，各种粉红被洗脑呐喊。有句话叫上帝让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提问，现在在墙内把各路知识分子疯狂打压，像乌合麒麟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斗垮科学松鼠会，知乎大 V 回形针被封杀，反智教授推翻相对论，如今这个罗翔教授的微博在洪小将的批斗下也自我封锁，这些反智行为是不是为新文革铺路的必要手段？这样提问我怎么答你？我非得同意你是吗？文革我一直讲过，文革就从来没离开过我们。虽然中共在他的这个11届6中全会上宣布这个文革结束了，但是实际上文革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啊。为什么？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在政治正确的口号之下可以干任何事情，这就是文革。文革是中共组织的，中共持续了10年的这个行为啊，所以文革是什么？文革从来没离开过我们。那么你说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准备呢？中共根本不需要做准备，他想来就来，那你不想搞就搞，什么运动都可以想搞就搞，他不需要做那么多铺垫和准备。为什么？他手上握着权力呀，手上握着权力，他就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我一直认为，中共就是成功过一次，就是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你见到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结果情况坐标天津，中共提拔了很多背景简单的年轻干部，50岁左右，年轻干部50岁左右，那我也很年轻啊，
填充处局级干部，尤其是政法口洗了一堆了，洗下去一堆人。情绪，有网友互动常常提到中共治下经济崩溃才会来变革。前面节目王先生多次说过 CCP 无底线无道德，让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再者，中国经济巨大的体量运行产生了巨大的惯性，惯性让其体系得以滑行。经济崩溃，我一直反对经济崩溃，中共就崩溃了，这件事情我是不同意的啊。文革就经济崩溃了，中共也没有崩溃，中共很牢固的很啊。我们逻辑上是这样，逻辑上，中共崩溃，经济会不会崩溃？也不会崩溃。那经济没那么容易崩溃，因为中国是一个第一个，中国有庞大的经济体；第二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它有巨大的需求和供应，它都在运行当中。除非有导致经济崩溃的因素发生了，才会。你比如说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崩溃了，那有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啊。你比如说银行系统出了问题，崩溃了，它有可能导致经济崩溃。但是你说中共崩溃会不会导致经济崩溃？不一定中共经济就崩溃了，或者翻过来，经济崩溃了是不是中共就崩溃了？也不会，也不一定啊，它没有因果关系啊。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没有选票，你没有选票怎么让它崩溃啊？观点：共产党还一时不会倒台，太多人在拥护，因为我的朋友圈、亲友圈都在庆祝100年党庆，唱战歌，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都在感恩共产党。那不一定是真的啊。他不倒台的原因不是因为太多人拥护啊，有多少人拥护呢？我觉得不少人拥护，但是跟拥护也没有关系，那些人只是上去咬一口肉而已。中共不倒台的原因是因为他掌握政权啊，他掌握政权，这就不容易让他倒台因为中共是个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是有强大的实力的国家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它不是浪得虚名，有几百万军队，有那么多警察，有这个国家体系啊。这个国家的崩溃没那么容易，所以中共控制了这个国家啊，吃定了这个国家，所以中共的崩溃可能要伴随着国家的崩溃才行，否则没那么容易啊。所以我一直反对，很多人讲啊，这个中共一隔着就死，中共一隔着就死，早就死了好吗？哪会延迟到现在？情绪，本人做媒体广告。那片扎眼的血红，把地铁站、公交站、电梯、楼宇都包圆的银子，都够好多人生活好久的了，都是明码标价卖的广告位。换平时哪个厂商这么干，都是大手笔，再好也没有我党好，挥金如土啊！观点：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跟越来越紧张的社会氛围，是造成近期中国社会事件频传的原因之一啊。社会事件越多，中共是越加大维稳力度，如此恶性循环下，社会条件只会越来越差。当然，这是共产党治标不治本的本性情况。从前在国内，日本的经济起飞 ，CCP 说那是因为美国扶持的结果；后来台湾和南韩经济起飞，也说是因为美国的扶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起飞就变成了全是 CCP 的功劳。非常同意王老师的观点，各国的经济起飞那是人民的努力和市场经济的结果。我就是这个观点，没有996，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中国人民也没有现在的生活啊。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比现在好10倍啊！任何人都可以让中国的今天比共产党好10倍。
提问：温家宝一个视频在薄熙来还在重庆，习近平还没上位的时候开记者招待会，温家宝痛批重庆领导班子左倾，有文革的影子。但是现在的习已经成功的把大家都带回文革时期的政治与民主气氛了。请问王老师，党的内部难道没有人能对抗吗？这帮元老难道现在都被软禁起来吗？党的内部有没有人对抗？当然有人对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党内部的对抗我们是看不到的啊。元老也没有软禁起来，但是元老也差不多了，元老老到像江泽民都已经躺床上了，那元老的影响力已经不大。党内肯定是有不同意见，肯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这件事情，中共党内的独裁比国家级别的独裁还要厉害啊！中共党内的独裁很像什么？中共跟国民党是非常像，都是党内独裁，非常独裁啊！观点：中共用洗脑和暴力统治人民。那么对抗中共最好的办法就是传播真实，传播真相。越多的人清醒，中共就越虚弱啊。观点：经济崩溃了，换个说法，关起门来继续洗脑就行了，看看朝鲜就行，就知道。以前不就是这样吗？以前文革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饿得半死不是一样？早晨起来要找请示晚汇报吗？饿得半死还找请示晚汇报？观点：当年毛在延安对黄元培说，他找到了解脱中国300年周期论的方法，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事实呢，在掌权之后，但在民主之前加了人民。他说你是人民，你才有民主；他说你不是人民，你就被专政。这种无耻的欺骗够了，该到头了，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都留下了？就是毛泽东在这骗人啊。一直在撒谎骗人啊！提问：国内今天新闻习语录，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请问王老师，国内会不会也席卷一场类似朝鲜白头山血统的个人崇拜风潮？习近平在讲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炫耀啊，这么红色血脉啊这些。因为他就是红色血脉，他那票人里面可能就他红色血脉，那么是有一点这个含义在里头啊。个人崇拜，习是很想干这个事儿，他底下人也很想干这个事儿啊，干不干得成不好说，但是趋势是明显啊。观点：台湾的民主转型还是要有领导人的智慧跟为民的良知，比如蒋经国后期知道势不可挡，重用台籍人士，以及其他逐渐开放民主选举的改革，慢慢的让人民的选票有真实的意义的措施。如果还是一心当皇帝，政权作风还是专制，这实在很难。其实当年蒋经国也是皇帝，但他发现民智已开，民心思变，压不住，他也只能被逼着民主开放。所以人民的觉醒绝对是重要的因素。台湾的今天有2个因素，这个网友说对了，老百姓的抗争啊，台湾人民的抗争是用血来抗争的，这是第一条。所以当时的国民党也是独裁，当时的蒋经国也是独裁，这是一个因素。但只有这个因素也不够，还有什么？还有美国的帮忙。当时的美国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美国，台湾也存在不了。所以为什么当时的美国的帮忙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原因是，如果美国不支持台湾，那对国民党来说那是灾难性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无法拒绝，所以很多东西他必须往前走，他停不下来，他不能停。所以内部的原因
外部的条件，两个在一起。那蒋经国也很明白，他也很明白，他没有办法抵抗这个潮流，所以他就慢慢，其实他是慢慢的放，最后李登辉上去，把这个形势做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个很重要。其实当时那绝对是叫什么？血雨腥风啊！观点：中共是中国过去100年最大的不幸，是这个国家的癌症。中共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谎言、列宁的暴力革命、纳粹的洗脑系统、中国古代的帝王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杀戮和奴役中国人民。共产党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癌症，非常对，我非常的赞同。好 ，Amy 给你。哎，好，点点在吗？我在的，我可以发言吗？谢谢。好的。我就是有一个情绪，然后有2个问题。我的感受就是，我怎么觉得这次的这个生日办的有点像元妃省亲的那个意思，我总觉得围着很多的雷，然后就带着气烟的那种感觉。我的问题是吧？我的问题有2个，就是第一个，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这个他大操大办的这个想达到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然后他通过这些手段有没有可能就是真的能达到他的这些目的？谢谢王老师。政治目的我前面说了一下啊，就是我觉得他每10年就要大办一次啊，就逢10为大。那逢100那更得大办。这理论上大家的期望是这样，中国人就会觉得应该大办，你要是不大办的话，你可能内部有问题。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啊。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还是我之前也讲过一下，就是中共内部是有信仰危机啊，就是中共自己的党员他都不信仰共产主义，他是有信仰危机。然后就中共内部的功利主义，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是有很大危害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希望通过这次大办呢，来一场这个大规模的洗脑和清洗运动。它其实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的，这些政治活动洗个脑啊，清理队伍啊，实现它的纯粹。共产党不断的在清洗啊，要么洗脑子，要么洗队伍，要么洗脑子，要么洗队伍，他一直在干这种事情。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所谓的这个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啊。那么今年就是最后1年，他实际上要建成这个小康社会，2个100年的任务啊，这是一个政治愿景，18大就是习近平他自己提出来的政治愿景。那么这个政治愿景，他必须在这里来表达出我已经实现了，否则他怎么寻求连任呢？所以这里面就有所谓的政治目的，大概就这几个方面的政治目的，所以凑在一起变成大操大办的原因，大概是这样。他能不能实现？你可以看到他都在干呐。你比如说这个党史教育啊，在干呐。政法系统的大清洗在干呢，都在干呢，全部都在干。能不能实现？我觉得大部分能实现吧，只是没人相信而已，洗个脑那就洗呗。国内你知道，国内搞政治运动就是你没办法反抗，那你得跟着去。政治学习现在机关单位现在每个星期得有一次政治学习，每一个星期有拿出一个下午，应该星期4下午。政治学习现在开始恢复了，那你怎么办？你不能拒绝，那你跟着一起去呗。那心里怎么想没人知道，但是嘴巴上得跟着说嘛，就像大家在朋友圈里看到的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时代变了，大家也别觉得那些朋友圈那些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有一部分是五毛干的，有一部分是什么？哎呀，还是求利嘛。中国人还是求利嘛，真心我就觉得现在没什么人真心的，没
这个洗脑这件事情呢，一半一半吧，我觉得是，未必那么有效。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能正着洗，有一天翻过来不是一样洗，要洗也洗得快。所以这个问题不用太担心，我都讲过，舆论，媒体舆论是什么？社会教化工具。当这个社会翻过来的时候，也很快教化过来，也不是那么困难。所以大家不必在这个问题上不必那么悲观。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权的问题啊！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权的问题，好吗？好的，谢谢王先生的回复。你有Tom在吗？好，我在。好，王老师你好啊，我听到说有这样一种理论，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的进步是伴随着老一代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自然的消逝而进行的，比如说毛泽东死了，文革才结束啊。有人说可能要中国真正的变化要等到习近平他们这种红二代他们死掉了，所以中国才变化才到来。您觉得这种看法可靠吗？谢谢。这个看法不可靠。当然会一代人的逝去会改变一些事情，这个没有错啊。但是有一样东西不会改变，中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习近平这几个总书记啊，几个领导人，邓小平不是总书记啊，那几代领导人，他们有一样是共同的，从来没改变过的，就是抓紧政权这件事情。中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中共的核心利益就是政权，它除了政权，其他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政党，但它只有政权，它既没有理想，也没有理论，它既没有 vision， 也没有道德，它啥都没有，它只有一样东西，它只要一样东西，就是政权。政权的背后是什么？他紧抓政权的背后，不是他宣称的为了实现什么理念、什么理想，不是的，只有一件事情，赤裸裸的利益，仅此而已。就是一帮流氓无产者通过摄取政权获得永世的利益，这就是中共的最高理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把这件事情看通了呢，中共死了多少个领导人，他都不会改变，因为他所有的一切都只在一件事情：巩固政权。不是巩固政权，其实是抓紧政权。中国的这国家政权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谁在拆它呀。真正他害怕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他手里失落的问题。所以我不觉得中共的领导人或者一代中共的消失，新一代中共上来就会改变什么，这一点是不会改变。这是什么？这符合人性，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觉得会有这样的理论能成立啊，会有一些变化，本质不变。OK， 我再念一个啊 ，Amy。好，我们要不就还最后一个，我们把 Clubhouse 这个结束完，好不好的，好的。哎，好 ，Ken 你在吗 ？Yes。哎，可以开麦。你好。我同意王先生刚才那个观点，就是其实无论是政权如何交替，它的核心不变，它的核心就是掌握权力，把自己的势力最大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提出一些不同的做法，比如说邓小平当时把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推翻，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这种不同的口号喊出来，但是它基本根基不变。比如说习近平，其实习近平是最典型的一个。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治国无方、权斗有术，那个人权斗非常有术。尽管说是我对他不了解，你就看这个，就说是尽管我对他不了解，但是你就看他在执政这么几年来，他这个把这个整个党内这些人搞得风声鹤唳。
那是全都非常有数的。但是在治国，他狗屁都没有。同意。但是他就是掌握这一条，共产党最主，其实习近平也掌握了党的核心，对，掌握的党的最基本的理论，最基本的方法。其实习近平这点掌握的非常好，非常厉害，好不好就另说了啊。对。好，我把这个我就是控制这个什么控制，对，非常厉害。习近平的手腕非常厉害。是。好，谢谢。如果有历史在往下写的话，我相信他的手腕不会比毛泽东差多。哎，那我就不比较了，都是坏人啊。我把这个 YouTube 的2个观点念完，我们就结束啊。观点：习的政策都表现出一种运动性的声势浩大和急于改变现状的特点，能感觉出习对政绩的渴望。但是这些运动和政策之后一地鸡毛，又恰恰反映出极其差的执政能力，所以越是做得多，就越能体现出执政的不合理性。但是习为了执政的合法性，又搞出越多这样的运动，与其说习加速了党，不如习加速了他自己。观点：毛那一套骗人的理论，在夺权之前也没有能骗得了所有的人。傅斯年去延安和毛谈了一次，就毅然决然的和蒋退守台湾了。提问：王老师，你觉得中国梦这个洗脑故事算不算目前中共最 low 的一套话术？中国梦怎么说呢？这个抄别人的，抄美国梦。中国梦的源头是美国梦，但是我认为中国梦的源头是《红楼梦》啊，这是我的看法啊。明谢 UGDF 弱草 Richard Hu， 谢谢姥姥王，谢谢。中共还有另外一个100年吗？无语问苍天。希望我们10年后再相聚，境况已经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谢谢姥姥王。Olivia 徐，谢谢。坐标湾区周末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您的每天陪伴，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 YouTube 的房间也就关了，谢谢 Amy。好的，好，谢谢各位，我们下周见。谢谢。好，再见啊。